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Jeff です。今天我们来玩的是这个1989年的平成金属英雄第一作机动形式级班的声光人偶，质量非常高的一个玩具啊。但我看国内好像没有人拍这一款的视频，那就我来拍吧。先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Jordan Soul Deluxe Perfect 级班。这里的这个 Perfect 应该有全副武装的意思在啊，配合这个包装的封面例会。封面很自信的用了玩具的实拍和剧中造型来做一个对比，然后上面的话是玩具身长30厘米，还有几句宣传语。包装的正面大体就是这样，非常好看的一个封面啊，让人看了就很有购买的欲望。转到右侧是一个玩具这个拿着武器全副武装的一个造型，然后再翻到这个背面来，背面的这个信息量就非常多了，可以满满看到一页关于玩具玩法的一些说明了。头部和胸口的一个声光效果，大枪武器的一个伸缩，还有几个手臂上的配件的一个介绍，还有这把伸缩的剑，还有全部内容物的平摊示意图，介绍的非常之详细。然后另一边的侧面的话是选择了剧中使用装备的一排剧照，整体看下来的话，这个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再次感慨一句，老玩具的包装是真好看。行，那接下来打开看一下内容物。那么首先是这个击败人偶的主体，30厘米放在桌上还是很大一个。不知道各位看到这个人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说实话，吉班的这个人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贵，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肯定不便宜。因为作为一个声光人偶，但是它给了一个几乎全涂装，给各位拿近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身上蓝色的这些部分，它全部都是给了一个浅色金属蓝的一个涂装，这样看可能更明显一点。实物的这个金属发色其实比我拍出来还要更好看一些，可能因为手机摄像头的关系，有点压缩这个画质。整个都是一个这个金属蓝涂装加上电镀点缀，那么天哪！连背后也没有偷色，哪怕是背后的话，它该有的细节和涂装也没有给你阉割，都有非常认真的在做。整个拿在手里这样子欣赏下来，感觉真是又大又漂亮。所以我前面说这玩意儿就是我看到它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玩意儿肯定很贵嘛，因为毕竟它这个造型摆在这儿，感觉就便宜不了的样子。当然事实上也确实不便宜。除了涂装外，这款吉班的这个身形比例也是很不错的，肩宽腿长头小，哪怕什么动作都不做，只是站着都感觉很帅。看看武器吧。首先是这个剧中使用的这个大枪，这个大枪先要给它放到手里，然后要把它前面的那个握拳手给它卡紧，要调整一下。因为它这个握拳手整个也都是一个涂装，所以我也不敢给它摁得太紧，怕那个漆面给它蹭掉之类的。稍微举起来一点，然后稍微再调整一下。OK， 这样一个举着枪的一个造型，这个枪拿在手里感觉看上去也不错。给它这边手收进去，OK， 好了。真帅呀！虽然仅仅只是拿着枪，但是真的很帅。子弹的这个颜值还是太过硬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把武器吧，它的那个伸缩刀伸缩刀还是伸缩剑，反正差不多都一样吧。反正日本本来也是刀剑不分的。剑的这个配件是长这样，它这里看上去像断了一截，只有半截，是因为它的这个造型是要插到它那个腰间的那个部分去的。给它手往后，就是插在这个位置。几般的这个剑平时就是插在这边，然后拔出来之后一甩，然后它就变长了。正常插在腰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这样也很帅。不过带入现实的话，其实现实中剑像这么直挺挺的插在腰间，就感觉不太好拔吧。不过也没关系，反正这是特摄嘛。然后，如果你要把它这个给它弄长的话，它是有一个长剑身的这个替换零件的哈。
因为直接在玩具上做伸缩的话，受限于它的这个尺寸，其实不太好弄啊，所以它是直接给你一个伸缩键，让你自己去替换。我先是把这个部分给拔出来，那它里面是这样一个形状，这样一个形状给它卡住，然后换上这个长的这个零件，现在就得到了一把这个伸缩之后的这把剑，就可以拿手里。这样就拿手里，给它调整一下。然后上面头盔可以给它盖上，可以摆出这么一个类似骑士一样的造型。剑稍微再放下来一点，差不多。头转过来一点的话，这个造型感觉很不错啊。虽然说帅这个字在本期视频好像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但说实话，就感觉有点词穷吧。真的就是帅，独属于金属英雄的那种硬帅的帅。造型真是棒的没话讲。OK， 我们再来看这款极斑它的一个声光玩法，要给它后背这个赛入2节5号电池。虽说声光也是金属英雄的电子人偶玩具一直以来的一个小卖点吧，不过就是如果你没有玩过这类玩具的话，我建议就是不要对这个声光抱有太高期待啊，它只是个甜头。好了，来吧。稍微有点不灵敏，卡了一下。好了，那这款的声光就是这个样子。让你关灯看一下。因为头盔是半透明的，所以扣上面罩之后，这个光也能透出来，效果还可以吧。所以说这种玩法以我们现在的审美来看，有点不入流了哈。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款超电装 Deluxe Perfect 极斑的一个大概玩法了。不知道各位看下来感觉怎么样呢？当年的豪华可动人偶，其实放到现在来看，也别有一番风味了。OK， 那么本期玩具介绍差不多就到这了。我是爱玩老玩具的 Jeff，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886。